近年来，新加坡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进。随着社会的改变，大家也在挣钱的道路上更有创意。一同和我们的时事编导探索一些另类的职业，用金钱换取友情。私家侦探，你为什么跟踪我？金融诈骗，非法美容师，调教王，手伸出来。收债员，安弟，我来过嘞，你记得我吗？非法野生动物贩卖，成人用品店。实际上，我们对这些职业真正了解多少？社会对这些工作有什么看法呢？就法律而言，这些工作的黑白区域是什么？走。在我想法里面，讨债员是那种在黑社会里面做工的人。我本身也有用过他们的服务，他们一般上会经过合法的渠道来追债，一般上是以羞辱的方式，他会羞辱你，让你自己自动来还钱。它是一个必须的服务，因为呢，我有看过我自己的顾客要跟他们的顾客拿钱拿不到，他们也有问过我怎么办，要就是找讨债员，二就是找律师写信，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选讨债员，因为他们明明知道那个公司可以还钱，就是他们耍赖。他的工作，他是做生意的，他就应该专注在拿到更多的生意，而不应该天天在烦怎么去追那些欠钱的人。丢脸哦，就觉得说，我只是欠你钱嘛，你干嘛要这样子对我？在新加坡，我觉得大部分的心态是说，只要你是欠钱的，你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观点。由于冠病疫情的影响，很多商店在2021年关闭。有些公司欠了一笔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还清。本地品牌 Nice 去年关闭了他们樟宜机场的分店，听说他们欠供应商高达1万新元。We are here as a licensed debt recovery service to come and demand the payment because I believe you read the Straits Times, you interviewed with the Straits Times, your outlet is going to close on Sunday. 网络上也流传了一个视频，我想了解收债员的工作，看起来很不容易，会被骂，被回避，也不知道债能不能讨回来。This is Sophia calling from STCS Financial Management. I'm calling on behalf of the Sigma Food Corporate to request the payment of the due invoice. 我们的讨债服务是包括帮忙客户讨回他的账务，而且帮忙小型企业跟大机构管理财务。我的客户聘请我们的公司之前，对吗？他们也是有尝试去联系那些欠债者，但是他们联系不到，有些还上门下去找他。然后那个欠债者就不管他们，所以他们才会聘请我们的公司。现在新加坡的账目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公司账，你懂吗？好像以前我们接手的公司账只是有48%，现在提高到68%。你几时开始进入这行的？10年前吧。大概21岁，对，这是你第一份工吗？对。现在我们要上去找这个欠债者，这次我们第一次上去，因为7天前我们已经发一张索偿信发去他的住家地址了，但是这个女性是没有回复我们的，我们也是有尝试联系她的手机电话，但是手机关机，所以今天我们就拜访她，要来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还这笔债务，是3万块。在讨债之前，你需要什么资料？对，我们通常会向客户拿那些借据，或者还有一些 invoices， 还是那些 statements of account， 来代表说那个欠债者有欠他们钱。现在其实是装修公司，是我们的最常见的那个案子，对，也是有冷藏食品公司，对，因为他们是做批发商嘛，对，还有印刷公司也是有的。私人的通常就是有借据，或者还有转钱的那个收据。其实我们最少的数目是1000块，但是如果客户他有一些账目，有可能是几百块的账目，也是可以聘请我们的服务来跟他收回的。每个讨债员上去讨债之前，对吗？需要预备这个案卷，那这个案卷就会显示客户的名字、欠债者的名字，而且那些证据。这个是一个私人账啊。
他是欠他的朋友，所以1分钱到现在没有还到。OK， 我们每个员工执行任务之前，对吗？我们都是会安排至少2个员工，对，2个到4个左右啦。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派1个人上去嘛，因为我们的讨债员都会需要穿那个 body cam 来录一下到底那个欠债者讲什么东西，而且另外一个就要写下那个案卷。Hello， June 在吗？是吗？你认不认识这个客户叫 Jessie 丹？一个好的讨债员需要心情平衡的去了解为什么那个欠债者不要还这笔债务。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他的案子的来龙去脉嘛。他已经聘请我们的服务来跟你讨回3万块的数目，你记得你有跟他借这个3万块吗？去年，连你自己也是有欠这个 LOU， 来，我去跟你解释一下。今天我就要来跟你谈一下，你要怎么解决？你是不是有任何的困难？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一个欠债员，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很冷静的去解释。OK， 我们刚刚不是上去找那个欠债者对吗？所以他其实蛮配合的，而且呢，他就是开始从下个月7号开始，他会每个月还400块。但是我也是需要告诉我的客户先看他们接不接受，因为我们也是需要证明说欠债者讲的东西是真实的嘛。就会很像掉猪头啊，可是合法的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做到那个境界啦。如果你用对的方式来去讨债，或者不要用那些非法的事，那就可以啊。一般我觉得讨债员都要那种很凶猛，就是看起来大家哇一看就怕了这种。就是那些欠债者，其实现在比我们的那个讨债员更加的凶都有。然后我们也是给 public 的误解啊，这些有时候对我们的收账员其实不容易，泼水啊，这些啊，还是跟你大声啊，even 有一些要拿 weapons 啊，这些啊，其实都有发生过。他们需要健身，因为如果遇到暴力的，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SDCS Singapore Debt Collection Service 收债的，Andy 我来过嘞，你记得我吗？我觉得最大的误会就是说我们是蛮不讲理的。不在啊，你可以帮我打给他吗？因为他有3个月的 payment 没有还。3个月哪里那你知道他在补习做工。我会给你1张字条啦，一个红纸啦，然后你交给他一下。但是如果这几天他没有联系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过几天还要上来的。他记得我们呢。他记得哈。记得的，他不可能不记得。我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有小孩子在。对，我们也是。其实我们遇到很多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看到父母亲很老的都有啊，有时候就是小孩子啊这些。然后他的妈妈就一直好像帮他挡这样子。对，父母一定会帮孩子讲话的嘛，就是讲说我女儿不在家，我女儿在上班之类的。其实我们是迫不得已的，是我们的 last resort，联络不上他，我们才去他们的家里，还是去他们的 office 啊，try to locate他，跟他谈一下。Of course， 视频这种是一个新的尝试啦，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also。如果说你去讨债，然后那个人就说：“哎呀，我没有欠啊”，就是一直否认，或者那一个案例很复杂，然后你们会怎么做呢？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把案子交给我的伙伴，那就是 YSL Legal， 因为他需要去申请跟法官申请那个判断。我是 David Yong，Managing Partner of YSL Legal。我们的公司专门做诉讼案子，比如说有一些案子需要法庭的判决，有些案子规模挺大的，就数目也很大。他们用了这些法庭的文件去跟债主追债，这样子的一个流程会比较顺利。那其实我想问你，做一个讨债公司，做什么是合法，跟做什么是不合法的？当然就是不合法的，就是打人啊、喷漆、挂猪头，这些都是一些大龙的做法。但现在来讲，很多讨债公司已经专业化了，那他们就是有一个 SOP， 不是像以前那种非法的那种行为。你们也是有放牌对吗？
我们会带一个 banner，OK，、因为那个 banner 就需要通知外人讲说我们是从哪一间公司来的，而且我们是合法讨债公司。讨债员以前可能就人家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观感啦，对于他们的这个行业。新加坡的讨债员可能这几年会比较专业化，以前他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就可能就跟非法收债有一些挂钩啊，可以去骚扰居民。一提到讨债，大家的脑海里就会想到高大壮型的男生，而且身体刺满纹身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STCS 是一个合法讨债公司。那我们所采用的所有工作流程都是与暴力无关。过后有可能邻居有时候会以为误导我们，以为说我们是非法的那个阿龙。那我们也是要跟他们解释，我们是讨债员。因为我们的行业是比较灰嘛。其实欠债者跟他的家属这些对我们有所那些暴力的行动，其实是很普遍的啦。要是一个陌生人去到你的家啊，要讨账这种啊，你们的 normal reaction 就是要保护自己嘛。but most important 是你 deliver 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什么，就是你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下来的原因就是 represent 我们的 creditors， 就是我们的债主。讨回这笔账。一个女讨债员跟一个男讨债员有什么分别？你觉得？通常，女讨债员对吗？我们都是会下去跟那个欠债者谈判，就是我们安排，好像客户聘请我们之前，他们一定会跟我们讲说 ，OK， 这个欠债者是一个单亲妈妈，还是这个欠债者是一个女生？那我们就通常就会安排女讨债员下去跟他们谈一下。Jonathan, open door. Jonathan, don't hide behind Jonathan. Open the door. Jonathan, open the door and let's talk. 几年前的时候，对吗？我们有一个欠债者，所以那时候他是欠我的客户大概1万块。Where Jonathan? Can we talk to him, please? 所以我们就尝试联系他，但是也是联系不到。过后我们的讨债员才下去，他就开门，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其实很诚心要还这笔钱的，但是因为他当时他是没有工作，他其实蛮诚心的。不用紧，你send给我那 screenshot， 我 verify 一下，可以吗？那这个员工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员工就是 Mohammad Rashid， 他做的很成功。OK,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God bless. So that money I own to my friend, personal debt. Actually, I avoid lah. I avoid because I financially broke down. And then one day they came, the debt collectors came. They came, and the one that I remember came was now is my director lah, my boss Yvonne Ho. Instead of asking me to pay, right, they give me a suggestion and solution to solve my matter. Why don't work for them? And then they give me basic salary, which also can help me to solve my problem. So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is your debt cleared? Yes, over. That's why I'm debt free, really seriously,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If you don't settle your debt, your nightmare will never be over, which I learned also. So that's where I stick to this company till now. For me, I'm really blessed because they even pay for my driving license. They even help me out to do my gym instructor, and then I earn my certificate. So I stay for this company. I think if I go old means I'll go old with this company. Wow. 投债员其实还蛮不容易的，他们也是借了别人的任务，然后要去讨债。他们也知道说，每个人都有家庭，他们会比较有人情味，会选择说帮助人去解决这个债务，而不是逼他们去跳海。有一个案子对我最深刻，因为当我下去找那个欠债者的时候，对吗？我们其实是找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那他一开门，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他都已经走路都有点问题了，哪里可能还会开一间公司？过后我们才发现到，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他的名字去开这间公司，然后欠了一大笔债。你做的那个，你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当那个老婆婆对吗？她跟我讲了诉苦了之后，跟我们讲全部的事情，那她又哭了，她又大哭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可怜。过后我才跟我的客户讲，那我的客户就同情她，所以我的客户也不追究这个案子了。你是怎么开始做一个讨债员的？
那时候我会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我的父亲很好赌，然后惹下了一大笔债。那时候我是9岁，对，因为那时候讨债员上来我的家，所以那时候看到我的母亲一直在哭，所以我才明白真的是不可以欠人家钱，对。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要管理财务好来，然后呢不要欠债。And they accuse me that I am this company's director, and the police is still not.